你有没有办法养家，照顾你的家人？跟一些市面上那些在那边演饶舌歌手，还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唱片公司，那个是有差的。你有没有办法靠这个生活？这很重要啊。所以我一直没有认为说 hip hop 是什么非主流，是地下，我一直觉得很主流啊。对，起码那种感觉就是做成家长，我真正感觉做成家长。我就会想起，所以才会我想起小时候听到那种就是韩式情歌，然后大街小巷这样流行，就真的还蛮火。那时候身为一个那种热血少年，会觉得，那我们出来要做 hip hop， 要做音乐，就是要把这种东西干掉这样。跟你一样当个嘻哈仔，当个嘻哈仔。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儒家教育系统就叫你要念书做好事，但没有叫你要赚大钱。但是其实潜台词就是啊，你看那谁谁谁当医生，你看那谁谁谁当会计师，谁谁谁出国念书，就是一个很虚伪的一个教育系统。那时候是大学生，就是即将要找工作干嘛，每个人都会焦虑嘛。你就想说，如果有一个志业是一个让你很喜欢，然后你看到这些前辈们也都是根本就不是为了赚钱在干这个事情。你自然就会被那个吸引。总之，那我们今天拍就是回来这里，通化街这边，就算是我们正式创业的地方。它现在变成这个无路工作室。这是以前颜色的工作室。就是看不得了，这边已经变成这样，就是已经把上面的屋顶拆掉了。因为玩 hip hop， 我们在那个音乐或者是看国外的杂志，就会知道说国外谁谁谁什么 Dr. Dre， 他自己有一个 label 感觉就是有一个掌门人，可能是制作人或就是老板而已，然後旁边就是有很多饶舌歌手，跟很多不是饶舌歌手，但是弟弟们这样子，每个都很凶，这样子在车子前面蹲着，在那边摆姿势干嘛？然后开车出去一起吃饭，一起在工作室里面打电动、吃汉堡什么，然后录音干嘛？就是喝到跟你就会觉得哇，想象做的厂牌就是这样，就是其实那个跟一个堂口或帮派不像这样。收敛太多吵闹的节拍，收敛太过油腻的题材。它是甜点或当作前菜，放在难得清爽。最早期颜色的所有成员找来在那边开会，跟他讲说我宏大的理想啊，我要做一个很酷的台湾的饶舌厂牌。讲一讲，他们就也热血沸腾，就说好，那我们加入你。因为我们这群人几乎每个人都是那种非常就内向啊、敏感啊。但其实认识他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其实超狂。我们刚做完世界巡回嘛，那就回来之后就很多媒体采访，然后这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感情变好了这样。考影。我也有话想要讲一下。好。就是我那天，就是你们知道，当一群人一起唱歌跳舞的时候，其实感情会不自觉就是变好。对，然后。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懂的人就知道说，他们要让他们这些人，蛋堡或英龙说出这样的话。那是一个非常打从心里的一个，真的觉得他们有爱对方的。谢谢各位，我们来自颜社。人有共恋真的像是一个学校这样，它像是一个社区的一个学校。因为大基那个时候就是发完片回去，已经是一个红的人了这样。包括当年有很多跟他同期的台南的那些饶舌团体，元老级的，他会把大家聚在一起。这些人就成为干部跟师资就对了。其实人有公链一开始伊是比较，就是一个所在。然后大家拢伫遐酒啊，伫遐写歌，坐甲人打烊啊。因为台湾酒遐就做侪人来讲，我家当来学饶舌啊，来问的就讲无好啊，开一个饶舌补习班。用太极一拳打拳击，写经典画龙点睛。当千年不再年轻，过新年都在比较年轻。我的文字打太极，你帮这阵子以来啦，因为我讲真的，我人伤济啊啦，有的人是玩票性质啊，有的人想要想要做一个专职饶舌歌手啊。我感觉这拢真好啦，
较早拢会想讲吼，叫逐个人你啊认真，你啊那吼啊，但是我即摆就想讲，认真要做，啊，有本身有迄个才华，你安尼就把资源集中在那个人身上去。啊，但是你若要耍假日的，吼，啊，你要耍个欢喜的，甚至你刚要做一个听众的，安尼嘛不要紧，安尼我即摆就是要求几个可战之兵啊，好好栽培，啊，然后若是要耍个欢喜的吼，啊，还是要迄个只是想要享受音乐的话，啊，就享受音乐，玩得开心，当个快乐的嘻哈爱好者拢不要紧。就是我刚刚想讲说混血儿为什么我觉得他绝对有资格说是一个嘻哈厂牌，甚至台湾4大厂牌之一。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他是一个911建立起来的一个厂牌，因为911很红，赚了很多钱，他们把这些钱跟资源，如果要用到一个只赚钱的一个极大值的话，他们应该要签5个8个小911，就他们签了一堆饶舌歌手，有些是台中在地的，有些是草屯，有些宜兰。唱的东西也不是像大部分的歌，也不是像911的歌那么有娱乐性，或者是那么庶民、那么草根的东西，甚至 MV 拍得很 hip hop。我们提到就是后来他们做了一个混血，做了一个片头，一开始金链子、一个 low rider， 一台 low rider， 然后比特犬这样子那个片头，那时候那片头一出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嘻哈到爆这样。对，那所以我就觉得等于是说。除了我们这3个厂牌之外，到底这1、2年谁是花最多钱跟资源在做台湾饶舌这块？不，就算你喜不喜欢他们的作品是一回事，但谁花了最多资源在做这个事情，钱跟资源就是混血了。其实你们是3个都是老板，对呀，4个应该算4个，4个都是老板，建制也是，监制是啊，但是实际上比较有在混血里面有在决定事情的是阿迪跟你。我接受杨宗监制的意见，跟阿迪做沟通。我们4个都是以前很穷的时候，大家用500块的，奖100件，阮4个拢安尼。我们是因为音乐聚在一起的啊，阮遐的人拢是较早的朋友，想要唱歌盘烂起来。每个团体每个歌手拢有伊的个性。你要叫伊来出片，咱才有物件互人嘛。你无得逐工甲逼啊，像 BTW 就做个性的人，伊要写就要写。比如讲，安尼讲伤快嘛，从187上一拍 A 片啊。拿走你的所有，这是紫色的台中。草屯囡仔因，我跨向天，新加为勇魔。因为当地气息嘛，定红梅芭蕉酒，无给你就往遐去。啊，人啊，甲你骂，咱就愈做互看，你往迄边去。我有一直跟他们讲说，你要去做人家没做的事情，对，就是让做袂到的。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大可以不用这么辛苦啊。如果我们只做911，对啊，我们现在一定过得更爽啊。可是干嘛大家把自己搞那么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初大家是这样起来的，所以大家会替后面的人想。其实。那个时候就想要做嘻哈，想要发展嘻哈类型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喜欢嘛。然后到后来真正自己做的时候，发现市场还没成熟。04年、05年那个时候，2004、05年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成熟。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事情很奇怪，因为我在美国长大的，所以你去看每年 Billboard。的排行榜前10名，一定一半都是 hip hop。所以我一直做本色，都是认为我很主流啊，我也没有认为我很indie或者是很怎么样。我觉得我很主流啊。可是当然我也知道这个是要花时间的，所以我一直告诉跟我合作的艺人啊，或者是说我并不觉得，我觉得我们在做流行，我并不认为我们在做另类。UTS 兄弟本色，UTS 兄弟本色，抢钱抢粮抢粮们。大家够钱吃饭了，把这个钱摆在一边，剩下的钱我们全部来搞制作。even 一这小场的演出，我们在上海也好，这 Legacy 我都要自己加东西。就是你做的是 hip hop 音乐，你要让观众感受到
那个 punch， 你要让观众感受到你的那个 rap， 你要让他很清楚知道你在 deliver 什么。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盗版，就是很实实在在的。我做一个好的演出，你愿意买票，你来看，那我就有饭吃。所以本社其实我定义，我其实是一个 做 live 的公司。今天这是一个 family show，we are family。外面11000多人，你们只要一出来 ，do your shit，fuck it。06年到12年，每一场阿月的演唱会的嘉宾都是热狗。热狗除了做嘉宾之外，有一大 part 是他要表现。然后呢，热狗开始可以跑做演唱会的时候，他要做的带的就是顽童。对，所以我们是这个模式。这就是兄弟本色的一个起源呐。